嗨，大家好久不见，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天的节目主要会跟大家聊聊 Pixel 7系列评测下来的7个重点。相机部分的话，我们之后有机会会单独做成一集跟大家聊聊。话说回来 ，Google 旗舰也终于回到了1年1更新的轨道上了。我们在 Pixel 6系列上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Google 不再只是想要打造 Pixel， 而是想要打造一款属于自己并且符合期待的 Pixel。而这个决定，就如同我们在 Pixel 6评测节目当时提到的，如果 Google 想要打造一款更接近 user 的主流旗舰，那它的对手就不再只是 Pixel 自己。Google 必须应对市场上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老手，包括在销售策略上非常有经验的三星，甚至冲击拥有最多高阶用户的苹果，都需要花上更大的力气。毋庸置疑的，Pixel 6系列就是 Google 到目前为止用力最多的一款旗舰，虽然上市之后也是各种正反评论不断啊，但以数据来看，Pixel 6就是有史以来注目最多、销售应该也是最好的一代 Pixel。而今年，究竟 Made by Google 又端出了什么好料呢？帮你团队把 Pixel 7系列的评测心得整理成了7个你必须知道的重点，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第一个重点想跟大家聊外观设计。今年的 Pixel 7系列分为大小2个版本，分别是采用平面萤幕的 Pixel 7，以及维持曲面设计的 Pixel 7 Pro。那想先大家来看，其实是这只小只的 Pixel 7。3个重点：更小、更轻、更精致。没错哦，其实相比起 Pixel 6，Pixel 7小了1圈，而且轻了10克，达到197克，拿在手上明显更加小巧。而精致在哪里呢？正面拿到了 Pixel 6上那个有点丑的听筒设计，也是过去1年每次拿起 Pixel 6就会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毕竟背面的配色其实蛮好看的。翻到正面就有点奇怪的违和感，而现在改成了跟 Pro 系列一样的隐藏式听筒，也因为拿到了听筒，顶部的边框更细，一体性更高，也做到了接近3边等宽，可以算是等细啦，而不是3边等粗。下巴就正常表现吧，中规中矩。背面嘛，主观看法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并且是实用和设计都喜欢。为什么说是实用呢？ Pixel 6的横 bar 其实非常有辨识度哦，看久了也算顺眼。不过隐忧就是这个大面积的玻璃区域，有一种敲到就会很可怕的感觉。而 Pixel 7上采用的是从边框一体成型上来的金属框架，一体成型除了一体性更强之外，没有接缝就是舒服，并且精度要求也更高。重点是从整面玻璃换成了金属框架，可以更有效的保护镜头，有点似曾相似 S21 Ultra 的设计，但概念是一样的，缩减玻璃面积的确可以减少破裂的机会。重点是凸起的整块雾面金属其实质感很够，尤其是白色的版本，干净好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一体成型的中框，无论是在 Pixel 7还是7 Pro 上都有一点硌手，裸机使用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摸摸看。接着看到 Pixel 7 Pro，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感想就是精品感很够，尤其是我们手上的这个配色，感觉就很像是放在精品柜里面，而且也完全不会违和。亮面的抛光处理也让精品感更重，很像是包包外面的金属卡扣。不过也相对的，没有雾面版本这么利落的感觉。Google 也听到了我们在 Pixel 6系列的呐喊，他们这一次把电源键的位置往下移了，进到了单手操作的范围。虽然还是音量在下，电源键在上的设计，但至少电源键的位置对了。2只都是单实体 SIM 卡加 eSIM， 以及环保盒装的设计。第二个重点想跟大家聊曲面。在 Pixel 7 Pro 上 ，Google 还是维持了曲面的设计，所以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一个小趣事想跟大家分享。说到曲面萤幕的手机，最精髓的部分其实就是曲率的选择。曲度大的曲面通常优点有3个：更好看、更好拿、萤幕占比更高。可是只要你有用过，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有3个缺点。不偏不倚的完全对应更好看，相对的就是跌落后更容易碎。也因为曲面大，保护壳无法完全覆盖到萤幕边缘。第二个更好拿，相对的就是更容易误触。但误触其实不是件难事。只要有做过曲面的品牌，你就可以发现，在他们推出第2代产品的时候，误触调教其实就差不多了，我们称为第2代曲面定律。反而真正的重点是
Android 阵营最引以为傲的返回手势，在曲度过大的产品上其实非常难触发，因为萤幕边缘是在非常侧边的位置，调校不好就会跟防雾处的区域打架，也是通常在第二代大曲面的产品上会重点改善的问题。最后，萤幕占比更高，相对的受限于 OLED 的特性，过大的曲面边缘也会比较容易有显色偏绿偏红的问题。我们直接讲重点吧。要说谁知道怎么把曲面做好，那一定要问最熟悉曲面萤幕的三星。从 S20 开始，三星就不断的把大曲面做成了微曲面，那时候大家也非常错愕，觉得为什么不干脆做成平面呢？一直到 S21 Ultra 上面这个微曲形态，其实就已经兼顾了曲面大部分的优点，好看、好拿、不误触，也因为曲率不大，保护壳可以覆盖到萤幕边缘，跌落后也更不容易碎。微曲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误触问题，返回手势也一切好用。所以说回来 ，Pixel 6 Pro 的曲面其实就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有点太过垂直的曲面，在单手触发返回手势的时候比较容易失效，需要手动把这个灵敏度调高才会好用。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第二代曲面定律 ，Google 今年也细微的调整了曲面边缘的过渡设计，但也相对的，在视觉上，萤幕边缘就没有 Pixel 6 Pro 上那么窄，但体验更好啊，那才是重点吧。第三个重点，想跟大家聊指纹，对，就是指纹。Pixel 6系列的指纹用过的都知道，辨识率其实不错，但就是慢了点。而会想把指纹特别拉出来讲，当然就是 Pixel 7终于解决了慢的问题，整体的速度和辨识率都回到了主流水准，不算特别快，但至少是非常够用了。哦，对了，这次 Pixel 7系列也加入了脸部辨识，速度和辨识率都是正常表现，但主要还是辅助，毕竟有指纹的机器，主力大家应该还是会用指纹。第四个重点，想跟大家聊这几代 Pixel 的重点，处理器。Google 在 Pixel 7系列上搭载了新一代的 Google Tensor G2， 也就是由 Google 研发的第二代自家 SoC。我们直接讲重点吧。今年的 Google 还是把所有的升级压在了 TPU， 也就是对应到 Google 不断提到的机器学习，驱动各种功能处理单元。而在大家关心的 CPU 和 GPU 基础效能上，这么说吧，其实它跟第一代的 Tensor 相比，在实际表现上提升有限。架构上一样是2个 S1 超大核，大核从上一代的 A76换成了2个 A78， 搭配上4个 A55 小核，虽然没有用上新世代的架构，但新的也不一定比较好，懂的都懂。制程上还是一样是三星的5奈米，我们就直接看表现吧。在 Geekbench 5当中，相较起第一代 Tensor G2 的单核效能差不多，毕竟架构还是老朋友嘛。而多核的确带来的提升，进步幅度达到了 18%。我们也放上了新世代的 A Plus Gen 1天玑9000 Plus 给大家感受一下。GPU 部分就有点意外了，无论是 3D Mark Wildlife 还是更壮的 Wildlife Extreme， 在 GPU 理论效能上都有点缩回去。所以整体来说 ，Google 今年的重点还是全压在了 TPU 以及各种延伸的各种智慧功能。CPU 和 GPU 的理论效能提升非常有限，但是 BUT 比起理论效能，我更关心这个重点。实际表现，既然要说到实际表现，邦尼团队最拿手的是什么？就是体力活嘛。我们直接进入实战。先测 PUBGM， 一个重要的改变哦。今年的 Tensor G2 在 HDR 极高帧率下，终于不再锁40帧了，可以解放60，真的可喜可贺。结果也算不错 ，Pixel 7以及 Pixel 7 Pro 两只平均都可以达到59帧，也就是顺跑。温度的话，以 PUBG 来说稍微偏高了一点。7 Pro 的正反两面都落在39度左右，而 Pixel 7的正面达到41度，背面38.4度。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游戏当中 ，Pixel 7系列还是足以应付的，不会有太大问题。接着，我们再把强度拉高，进到效能测试软体原神。在最高画质特效全开，连续游玩30分钟后 ，Pixel 7的平均帧数落在了34.2帧。而7 Pro 则是达到37.9帧，体积还是有一定优势。两只的正反面温度也都落在40度左右 ，Google 的温控还是比较保守的。不过这样还不够吗？理论效能我知道提升不大，但至少让我知道跟前一代比差多少。我们直接把 Pixel 6系列在相同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列出来。
其实就是差不多。不过比起游戏效能，我更关心的反而是功耗。其实还行耶，这一代的 Pixel 7 Pro 在 PUBG-M 全程跑满60转的平均功耗只有4瓦左右，上一代的 Pixel 6 Pro 只是达到了5瓦。对比隔壁棚天玑9000 Plus 也大约是4瓦左右，高通 S8 Plus Gen 1大约是3.8到3.9瓦，所以中高负载的功耗还算给过哦。三星和 Google 今年应该都有在调教上加倍努力。重负载我们就看原神，虽然跑不满，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对表现。Pixel 7 Pro 用 4.6 瓦的功耗跑出来大约是平均 37.9帧 ，Pixel 6 Pro 则是用 4.9 瓦的功耗跑出 33.2帧。比较相对可以感受的机器是三星的 Fold 4，搭载 S8 Plus Gen 1，用5瓦左右的功耗跑出平均 51.8帧。只能说 Tensor G2 在重负载下还是有些可惜。不过这一代中负载的功耗的确有更最佳化。但其实还有一个指标是提升的，也就是持久度。在 SandyMark Wildlife Extreme 的20人压力测试中 ，Pixel 7 Pro 的稳定性从 Pixel 6 Pro 的 50% 提升到了 73%。不过其实你仔细看哦，蛮巧妙的。Google 虽然缩了一点峰值效能，但的确也让最低一轮的表现比 Pixel 6 Pro 高了 30%， 大概就是调教上的取舍。Pixel 7这边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整体稳定性达到 63.1%， 最低一轮相比起 Pixel 6还是高了 27% 左右，所以这个持久度的提升估计还是受益于调教，跟散热硬体堆料的关联比较低。整体来说，本质上还是那个 Tensor， 日常使用没有问题 ，Google 的系统调教和 UI 体验还是非常流畅，一般游戏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是重度游戏，像是原神啊、幻塔，放到2022来看，的确就稍显力不从心。第5个重点，好吧，既然理论效能和实际表现差不多，那我想知道热的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我们也就不啰嗦了，直接在痛点上实测。Pixel 6系列大家最常说的发热情境主要有3个：充电、录影，当然还有游戏。游戏刚刚测过了，整体的调教大概都是控在40度左右吧，温控算是蛮保守的，不会到特别烫。充电呢，直接讲结论，算是有温度，但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吧。我们直接实测，从完全没电开始充，一路充到完全充满。最高温在7 Pro 充到 50% 的时候，背面达到 38.6 度。到了 80% 的时候，温度就降了下来，正面 29.7 度，背面 33.6 度。而小只的 Pixel 7全程都比较冷静，最高温只是落在充到 30% 的时候，背面达到 35.7 度。不过除了温度，也嘿，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Pixel 7系列2台的充电速度可以说是一模一样，30分钟2台都充满 44%，1个小时2台都充满 78%， 完全充满都在1个小时45分左右。更有趣的是 ，Pixel 6 Pro 也是1个小时45分就完全充满。Pixel 6还快一点，1个小时38分就完成。只能说快充最快依旧不是这代的发力点。不过这个结果可以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全程 Pixel 7的充电温度都低于7 Pro 了。不过说到录影，那这一代就有所提升了。我们直接测 Pixel 7的魔王关 4K 60 FPS。还是先看温度，全程 Pixel 7和7 Pro 都比前一代低了2度。看到录影时长的话，我们也直接上图表。这代7 Pro 可以坚持到19分钟左右，小只的 Pixel 7应该是受限于更紧凑的机身，到达温控上限反而缩了回来。除此之外，我们也顺手测了 4K 30 FPS 的表现，这就有点惊喜了。Pixel 7系列在 4K 30 FPS 连续30分钟的录影下，背面同样控制在40度左右，差不多。所以我们继续测，连续1个小时。没错，在 4K 30 FPS 模式下 ，Pixel 6和7都可以坚持住1个小时的连续录影。在长时间的连续录影下，差异就出来了。正反面的平均温度低了4到5度左右，也成功控制在40度左右的安全范围。第6个重点，我想大家来看萤幕和续航。先看萤幕 ，Pixel 7 Pro 采用了一块6.7寸 2K QHD Plus 120Hz LTPO OLED 至中挖孔全萤幕，同样具备拥有自动调节更新率的功能，最低可以达到10Hz。
并且这一代也可以在设定中选择你想要 Full HD 还是 2K 的解析度，让你自由选择进一步拉长续航表现。而 Pixel 7则是采用了一块 6.4 寸 Full HD Plus 90Hz 的 OLED 萤幕。我们直接实测，在强光下全白画面最高亮度 Pixel 7 Pro 可以达到1200尼特 ，Pixel 7也是可以达到1200尼特左右，都达到了主流旗舰的标准。惊喜的是 ，Pixel 7这块萤幕的表现不错，已经超越了蛮多2到3万区间的旗舰表现。没错，别忘了 Pixel 7的开价是18990元，小可惜的大概就是萤幕更新率依旧是只有90Hz 了吧。而在续航力部分 ，Pixel 7 Pro 搭载5000毫安时的电池。作为萤幕支援自适应更新率，最低可以达到10Hz。在续航力表现上 ，2K 120Hz 拿下8小时37分，而 2K 60Hz 则是拿下10小时53分 ，Full HD 120Hz 拿下9小时13分。Pixel 7则是搭载4355毫安时的电池，稍微比 Pixel 6的4600毫安时小了一点，在 Full HD 90Hz 下达到9小时40分。整体来说，7 Pro 日常负载的续航表现其实跟上一代6 Pro 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其实日常使用1天1充也够了。顺带一提，两台都有支援无线充电。来到了最后第7个重点，我们还是讲回来 Tensor G2。虽然说在峰值性能上提升有限 ，GPU 还变回了保守的调教。不过既然是 Google 自家的处理器，所有的重点还是落在了各种智慧功能。几个比较重点的，包括 Google 这次在相机中加入一套混合算法，也就是在拍摄望远照片的时候，系统会同时启用主镜头和5倍望远镜头，并且进行融合。简单来说，就是将5倍望远可以拍到的画面融合进主镜头裁切的画面里。如此一来，望远的重点，也就是中心的区域会更清楚。应该有人看到这里会觉得有点似曾相似的感觉。没错，其实过往也有出现过类似的技术。台本上有的机器，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三星的 Note 20 Ultra， 也是透过算法将望远镜头和裁切画面融合，让中心区域保持清晰。Google 这一次也在高倍率放大时加入了一套拥有稳定功能的对焦框，并且在锁定物体之后就会保持稳定。不过实测下来，跟 S22 Ultra 的锁定算法还是稍稍有差距。不过这一次望远是有惊喜的，毕竟 Google 的 Super Red Zoom 算法还是强。这个我们会独立开一集节目，对比今年重点旗舰的相机表现，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聊。录影上多了电影录影模式，不过整体来说，体验下来整体的表现比较偏向三星这边的景深，人像录影跟苹果的电影级模式在取向上还是稍微有点不同。对了 ，Google 这一次也加上了微距摄影，好评。不过有3个亮点则是让人耳目一新。首先 ，Google 相簿除了拥有先前就有的魔法橡皮擦外 ，Pixel 7今年也推出了相片修复的功能，可以将模糊的相片透过算法变为清晰。有小朋友或宠物的家长可以试试看。第二个 ，Google 其实一直在尝试 AI 与日常结合的各种功能，像是 AI 通话的相关功能。Google 语音助理可以及时的把电话里面的声音变成文字，你就算不方便讲话，也可以打字回复，让语音助理帮你完成通话。而今年他们带来一个超实用的功能，它可以把语音讯息，没错，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不那么喜欢语音讯息，除了花更多的时间把讯息听完，有时候传讯息的人还会讲话讲到一半，突然，然后嘞，停顿了10秒，没了。而 Google 就带来一个功能，可以将语音讯息直接转换成文字，完全是语音讯息克星。不过这个功能之后能不能用在第三方，或者何时登录中文语气，就要看后续推出的状况了。最后一个 ，Google 这一次也在数位健康功能里面加入了咳嗽打鼾侦测的功能。如果你最近睡不太好，也想了解自己睡着之后的状况的话，就可以试试看啦。好啦，以上就是关于 Pixel 7系列你必须知道的7个重点。当然，其实我们还是偷渡了不止7个重点啦。希望大家都有看到你们想要了解的测试和细节。那最后也来说说 Pixel 7系列目前体验下来的小结吧。3个记忆点，3个期待。第一个记忆点，外观精品感很够，并且实用，尤其是 Pixel 7 Pro。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这个配色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哦，它摆在精品柜里面完全不会违和，尤其是我们手上的这个配色。第二个记忆点嘛，我想应该是指纹，有一个在水准之上的指纹辨识，在体验上还是差蛮多的哦，毕竟手机上最常使用的功能就是解锁。第3个记忆点，现在说其实有些虚，但还是相机啦，还是相机。
表现真的不错。相机我们想要深测，之后会再推出旗舰对比的节目，我们到时候再来深度聊聊。3个期待，第一，还是希望可以加快充电速度，可以不用拉瓦数啦，进到1个小时左右的表现，其实就已经算是达标了。毕竟手机市场上的鬼故事就是三星万年25瓦，但是无论电池大小都可以在1个小时左右充满的传奇。这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哦。S20 4000毫安时25瓦，1个小时3分钟充满。S20 Ultra 5000毫安时25瓦，1个小时9分钟充满。S21 Ultra 1个小时5分钟。S22 Plus 4500毫安时1个小时1分钟。顺势 S22 Ultra 45瓦，1个小时6分钟。而且这个规律还不止发生在旗舰 A52S 4500毫安时25瓦，1个小时6分充满。我想这个才是快充吧。充电行业里面的鬼故事。最后夫人说，第3个期待呢，还是 Tensor 吧。期待带来新的架构，更节能的制程。难道是不想上 X2 A710？ 别忘了那个传奇，就是用上了中阶处理器的 Pixel 5，日常使用的流畅度完全可以跟一票旗舰有来有回。不过作为资深的 Google 用户，我相信 Google 可以做得更好，是吧 ？Google。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重点，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我是驴子，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是帮你的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我们下次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